歡迎來到這次的戰略拆解。市場又一次創下了歷史新高，但在這場狂歡的背後，最聰明的資金卻似乎正在悄悄地為一場潛在的風暴做準備。今天我們的任務就是要深入拆解這場史詩級突破的底下，到底隱藏了哪些結構性的風險。好的，數字會說話。標準普爾500指數最終站上了7126點，這是一個歷史性的新高點。表面上看，確實是一個值得慶祝的數字。但這裡就有個問題了，對吧？如果市場真的這麼好，一片欣欣向榮，那為什麼那些最頂尖的機構反而在我們看不到的地方悄悄地在做防禦性部署？你看，這個表面的樂觀跟機構私底下的謹慎，這中間已經出現了一道很深的裂痕。而我們的任務就是要鑽進這道裂痕裡，看看下面到底藏了什麼。不過，在我們深入這張複雜的戰場地圖之前，我們必須先建立一個核心原則。請記住，我們這裡提供的不是任何投資建議，這是一份戰略地圖，目的只有一個。幫助你基於資金的流向和市場結構，冷靜地看清全局。好的，那第一站，我們先來解讀一下華爾街那些金融巨頭們，他們現在正在釋放出哪些相互矛盾的信號？你看，這就是有趣的地方。一方面，像摩根大通，他們發布的財報對消費者的韌性是充滿了樂觀，好像在跟市場說：“哎，一切都很好。”但你再看另一邊，高盛還有富國銀行態度就完全不一樣了，非常謹慎。他們正在為下半年可能會出現的一些系統性波動，可以說是儲備更多的彈藥。那關鍵到底在哪裡？其實就在我們之前一直強調的那個，可以說是最誠實的指標，就是波倍。你想想，雖然指數一直漲，一直創新高，但這些大錢，他們的保險不但沒有撤掉，反而在偷偷增加。增加什麼？就是為了未來可能發生的呆賬，那些收不回來的貸款，先準備好一筆錢。這訊號可以說是非常清楚了。它告訴我們，這些機構對未來的看法，絕對沒有指數看起來這麼樂觀。他們是用真金白銀在為未來的風險投票。好，那接下來我們把視角轉到大宗商品市場，你會發現這裡也正在上演一出非常矛盾的戲碼。你看，隨着地緣政治的緊張局勢看起來好像暫時緩和了，原油價格馬上就反應了，直接下跌了10%。但奇怪的是，作為傳統避險資產的黃金卻異常的堅挺，死死地守在$2450這個高位。這就奇怪了，背後的原因到底是什麼？這個現象就帶出了一個概念，叫做和平溢價。也就是說，市場現在因為感覺到短期好像沒事了，穩定下來了，所以給了估值一些加分。但是聰明錢他們根本不相信這份穩定可以持續很久。黃金的堅挺，再加上我們前面看到的銀行業偷偷增加波倍的這個動作，這兩件事加在一起，其實共同指向了一個結論：全球的頂級資金他們正在對沖，他們認為未來6個月內很有可能會再次發生的全球供應鏈衝擊。所以要真正理解這些機構到底在想什麼，我們就必須跟着他們的腳步，潛入那些隱藏在陰影中的地方，去看看那些真正的大額交易到底發生了什麼事。在開始之前，我們要先理解一個很關鍵的概念，叫做 Gamma Wall。你可以把它想象成是市場裡面的一堵引力牆，意思是在某一個特定的價格點位聚集了超級大量的選擇權合約。這會造成什麼結果？就是市場價格只要一靠近它，要麼就會被牢牢的吸住，要麼就會被一股很強的力量給彈開。那麼目前追蹤標普500的那一檔 ETF， 也就是 SPY， 它的 Gamma Vol 在哪裡？就在$7180這個位置。所以我們能很清楚地看到，當市場努力向上衝到這個強大的阻力區附近的時候，成交量就明顯地縮掉了。這背後代表的意義其實很簡單，就是那股推動市場上漲的買盤力量已經開始後繼無力了。
接着還有另一個更核心的概念，叫做暗池 （dark pools）。這不是我們一般人看得到的公開交易所，它比較像是大型機構的 VIP 室，他們在這裡匿名地執行一些超級大單的交易，目的就是為了避免對公開市場的價格造成太大的衝擊。好，根據我們的數據追蹤，上個禮拜五，這些暗池裡面的主要成交量都集中在7115這個點位。但這裡請特別注意哦，這不代表有新的資金進場去抄底。這些交易的本質其實更像是大型機構之間大家互相交換手上的籌碼，順便把前一波上漲的利潤先收進口袋，落袋為安。所以這整件事的關鍵點就出來了。7115這個水平，它並不是由新的增量的資金所打造出來的一個支撐地板，它更像什麼？它更像是一條機構為了應對下個禮拜的市場波動所預先部署好的一條關鍵防守線。說到下個禮拜，這一切的線索都將我們指向了市場即將迎來的一個重大事件，而這個事件將會對現在這個看起來有點脆弱的市場結構進行一次非常全面的壓力測試。好，我們來看看現在的局勢。前陣子半導體那個大咖 ASML， 它的財報很穩，算是給整個 AI 族群的估值打向了一個技術性的地板。但現在聚光燈完全轉了個方向，直接打在了特斯拉身上。這意味着什麼？這代表整個市場的遊戲規則正在改變。我們正在從一個情緒定價的階段，也就是大家聽故事憑感覺買單的階段，轉向一個數據驗證的階段。換句話說，市場現在不想只聽故事了，他想看的是真憑實據。特斯拉必須要拿出關於 AI、關於 Robotaxi 的硬數據來證明它憑什麼值這麼多錢。所以說，一場真正的大考就要開始了。所以，面對特斯拉這次的財報，我們可以預想3條完全不同的路徑。第一條路可能就是多頭的狂歡派對。如果它給出一個非常清晰的 Robotaxi 商業化路徑，那市場對 AI 的信仰很可能就會被重新點燃。但你有第二條路，就是空頭的盛宴。萬一數據很慘淡，那它的估值可能就會面臨一次大規模的修正。當然，還有第3種可能，就是一份不好不壞、很平庸的財報。這種情況常常會引發所謂利多出盡的賣壓。你看，3種不同的劇本，就需要3套完全不同的戰略應對。好的，綜合以上我們拆解的所有線索，這對你個人的戰略布局到底意味着什麼？我們又該如何在這樣一個估值已經不便宜的環境中安全的導航？我們的分析最終其實可以濃縮成2個核心的戰略原則。第一個，現金管理，在7126點這樣的高位，手上保留10%到15%的現金，是一個保護自己的非常審慎的舉動。第二個，風險意識。我們剛剛看到，連銀行業都已經拉響了警報，這是一個再清楚不過的信號了。現在這個時間點絕對不是可以自滿的時候。最後，請記住這句話：市場的漲跌決定了你賬面上的收益，但你戰略的深度才真正決定了你在這個市場裡的生存長度。有時候，看清楚資金流動背後的陷阱，遠比追逐眼前短期的利潤來得更加重要。我是你的戰略導航員，我們下周見。